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28号，星期三。开头说两句啊，面具人的标题上面写到了我是幕后黑手。说几句吧。面具人我呢，对待朋友我还是比较讲人情味儿的。那 ABC 先生属于那种比较冲动的，阿猫先生他属于思维比较平衡的，不容易走极端的人。他们前两天啊，批评了一下某个自我标榜只讲真话的人啊。只讲真话这个事儿，面具人反正我自己不敢说我这辈子只讲真话啊，我这辈子说过的假话，说过的错话太多了。他们点评这个某某人只讲真话的某某人，我觉得点评的还行，但是呢，点评这个某某人的事儿啊，我没有参与啊。可是呢，咱们这个中国人的思维啊，是不是就定势了？认为呀，阿猫 ABC 是面具人我的小弟，受我指使，批评他们这些自我标榜只讲真话的某某人。也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啊，不过呢，我现在不愿意提他的名字了，不愿意再提了。他认为面具人阿猫 ABC 当中3个人之中，面具人最强，所以呢，阿猫和 ABC 先生干事都是听面具人使唤的。说真的，这种中国人的阶级意识真的得改，并不是说谁强谁就能当领导，对不对？可能我是做媒体这方面强一点，但是呢，我的人生阅历要比阿猫先生差许多。阿猫先生的人生还是挺传奇的。同样呢，在专业知识领域 ABC 先生的英语造诣可比我高出了2个华莱士呢。没有谁强谁弱的道理。对于我这个认为我有问题的朋友和那个自我标榜一辈子只说真话的某某人啊，他们和 ABC 阿猫的恩怨我是没掺和什么的。而且呀，阿猫和 ABC 他们也都是自由个体，并不受我使唤。可是呢，人家觉得我是幕后黑手。我呢除了那个自我标榜只讲真话的人啊，另外一个朋友呢，我还之前努力的缓和过他和 ABC 先生的矛盾。可是呀，我现在要警告你一次，虽然观众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你肯定知道。面具人我现在已经很少怼人了，不要因为别人批评了谁某个自我标榜讲真话的某某人，批评了你就给我扣黑锅啊。作为朋友，我该留的情面基本都给你留了，我劝你最好不要点燃这个炸药桶。ABC 先生不受我的控制，他要是暴走了，死咬你不放，你可以参照一下猫神，对不对？光 ABC 先生一个人你都应付不了，我该做的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的事儿我已经做了，你没有能力处理好你的人际关系，你不要给我扣黑锅。我再告诉你一遍，你和 ABC还有谁讲不讲真话的恩怨和我没关系，不要给我扣黑锅。面具人我什么事儿都能忍，这种不明不白的黑锅我是绝对不能忍的。否则呢，我最喜欢玩的就是你死我活。我也不是说护着 ABC 先生ABC 干啥我控制不了，我也不是习近平能把 ABC 他全家抓了，对不对？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这么的幼稚呢？好了，咱们说正题观众朋友们，大事不妙了，大事不妙了。大家回想一下面具人我最早说这个录影制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1个多月了吧。面具人这里接到了一些爆料网友给的爆料。上次我说中国搞录影制度还仅仅是停留在1线城市的录影，比如你去上海、北京、深圳这些地方需要提前申请报备审批。可是呢，我一直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是很高的，他的办事效率快得很。事情真的严重得很。等会儿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事儿呀，就是台湾这边也出事儿了。
先来看今天的标题吧。微信文革开始了，数百万人的钱取不出来，封号条款大公开，网友爆料不让出省，中国网格化太恐怖了。台积电要去中国南京设厂了。好，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那就是文革的事儿啊，微信文革。给大家先来看个视频。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你的微信被无缘无故的封号了吗？近日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很多人的微信大号被封了，甚至有些人啥也没干就被封了，打腾讯客服没有用，直接找到腾讯总部也没有用。那么今天我来总结一下几个点封号的原因。第7点尤为重要，看看你踩坑了没有，涉及敏感，建议先点赞收藏再观看。第一，连续1周内朋友圈发布有关于金融类的内容7条会被视为风险提示，严重者会导致封号。第二，微信注册1年以上，好友数量在2000人以上，没有绑定银行卡的优先封号。第三，群发1个月内每周超过2次被视为营销号处理。第四，每周好友增加数量在20人以上被视为风险推广营销号。第五，与多个陌生好友交流非手机号或者二维码加的好友频繁互动容易封号。第六，每天有频繁点赞秒赞行为或者多次发朋友圈的被视为推广号。第七，同质化内容包含违规字眼以及图片，主要针对微商，发布超1个月以上的微信用户存在微信诈骗用户，严重者永久停封。第八，大量微信转账，每周1万元以上，大量的发群红包，每周超过2000块钱以上的微信用户视为赌博洗黑钱，需要提供认证，严重者停用微信。第九，建群数量超过20的微信用户，群很活跃，被视为非法集资。第10，频繁被拉黑，每个月超过30次以上的微信用户视为骚扰以及涉黄，是封号的首选用户。第11，朋友圈被屏蔽超过100家以上的微信用户，当涉黄政治的用户处理。所以朋友们，微信只是用来聊天、用来交友的，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做广告的，记住了。以上的11点，你踩坑了吗？或者有哪些不合理的？评论区聊聊。微信文革开始了，面具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们也都看到了刚才的那个视频了，看清楚了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想干啥呢？这妥妥的就是微信文革呀，在驯化老百姓呢，是不是？好友都不让多加了，这不行那不行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就是统治的一环。他就预先给你们设置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条款，然后呢，慢慢的让你适应，让你奴化。就比如看自由世界的西方人觉得干啥都能干，他是自由的，这是天然的。然后呢，你们再去看看朝鲜，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的，伟大的祖国却还是很美好的。再然后呢，咱们看看中东的女人要穿袍子、戴面纱、戴头巾儿。可是呢，人家中东的女人生来就是这样，也觉得挺好的，只要她们看不到，比如西方的美女，可以披头散发，可以这个穿低胸、露大腿，对不对？他们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他们就觉得这挺好的，这就是驯化。可是呢，驯化和适应它得有一个过程啊，长期的驯化和适应，这个过程过去了以后，就能让老百姓形成自我审查的条件反射。那这些统治者他们做事儿就可以很安心了。自我审查了以后，老百姓们做事儿就会自动的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去做，这样呢，党中央就省心的多了呀。对于微信现在设置了如此之多的限制措施，可能有人会认为呀，这就是资金管控嘛，限制你的资金流动嘛，没什么大不了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不，其实呢，这些举动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呢。这不行那不让的，以上的这些点呀，你们仔细感觉一下。你看到了微信这个也不能用，那个也不能干，你会有什么感受？
是不是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这干不成，那干不成，转个红包都不行了，妈的，发个朋友圈也不行了，我他妈的一个交友软件，我给别人点个赞都不行，我一个礼拜还不能加超过20个网友。你说我要这交友软件干啥？那我还要微信干啥？我他妈的就别给别人点赞留言弄群了，行了吧？我干这些事儿都是违规的。你把我限制到了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我还能干啥？我啥都干不成了。这玩意儿用起来根本就不方便嘛！不行，用不成了，太麻烦了。只要老百姓被逼到了有这种感觉了以后，那就对了。共产党就会告诉你，哎呀，反正你们用这个支付宝、微信用起来这么的麻烦不方便，转账也限制，干脆呢就用我们国家出品的国字号国企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国家出品靠得住，国家信用背书有保障。大家来看这张图啊，再见了支付宝、微信，央行表态，支付方式迎变革，有人已经用上。来啊，我们来看看中央是怎么说的。这些话呢，你们可要仔细听好了，内藏大玄机呢，里面藏有共产党接下来要对你们的钱包进行大整改的风向呢。仔细听好了啊，10多年前移动支付还没这么普及，那时出门也都是带着钱包，拿着现金支付。但是呢，当人们开始习惯使用了手机支付之后，我们会发现随身带钱包的人少了，用现金支付的情况更是变得非常难见。移动支付发展至今日，几乎已经覆盖到了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老人们出门买菜也都要带着2维码出门。很显然，在移动支付的背景下，我们花钱更加方便了，也省去了找零钱的烦恼，还蛮好的。但是你绝对想不到，未来更加方便的付款方式也在悄悄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数字货币。贴一贴，碰一碰，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用手机也能实现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甚至不需要手机也能进行交易。使用通过手机支付 APP 的人都知道，交易的前提是要有网络、有信号、有电。如果信号稍微不好，可能就不能成功支付了，或者是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那么就更不能进行手机转账交易了。但是数字人民币却不一样，就算是没有网，也能轻松支付，甚至不同于利用手机进行支付，数字人民币脱离了手机，以着可视卡硬钱包的形式亮相，直接用一张卡片贴一贴，碰一碰，就能成功支付了，还能在卡片上看到自己的消费金额等信息。好，这个玩意儿究竟有多么的方便啊？大家来看这2个视频。现在看到的是数字货币可视卡模拟交易。当我们用这张有显示的卡靠近读卡器的时候，就会产生消费提示。它可以用着老人小孩的小额支付，方便快捷，一目了然。这样我们的消费就更有概念了。一个充值的过程。好，开始吧。充个1元。OK， 它的显示器上面已经显示说现在已经充值1块钱，那么现在它的余额变成18块。那我们现在再开始模拟一遍，就消费5元的一个过程。OK， 它的余额已经变成13块。看到了吧？这个原理就是先用手机把钱充到卡里，这个卡相当于一个记号器，卡不联网无所谓，收款端和充值端必须联网。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能上网的手机，把网银里面的钱充值到这个卡里，或者是把钱同步到这个卡里，然后呢，你才可以拿着这个卡离线拿出去，就像普通的钱包一样消费。就是这个钱包里面它没有纸而已，但是这个钱包里面有数字。但是呢，收款端必须要是联网的，因为你的卡在付款的时候就会和收款端的云数据端同步。
你的钱就会被扣掉，然后呢，从云端数据库更新，扣减后的余额更新到你的卡里面。等于说这个数字钱包它还是离不开网络的，就相当于你拿了一个通行证而已。可是呢，计数器不在你手里，懂了没？这个钱呀，它在天上，在云数据库里。也就是说，你的钱始终都是在共产党的手里面保存的。实际上呢，你是没有钱的，你是无产阶级，懂了没？好，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文章给出的他要让老百姓使用硬钱包的理由啊，他是说，哎呀，现在的支付太依赖手机了，没有了网络以后，手机支付就支付不成了，所以呢，咱们就要提前的在先有网的时候，把钱同步到这个数字硬钱包里面，以后呢，没有网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数字硬钱包卡继续消费了呀，就像那种食堂的饭卡是一个道理。这个玩意儿啊和钱呀，它还是两个概念。为啥呀？咱们来想一下啊，换作是以前你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你想消费，你不能用手机支付，那你用啥？用啥？用现金，对吧？是不是？或者是银行卡，对不对？那不就得了？那为啥我还要在没有网的情况下，先提前找个有网的地方，把我手机网银里面的钱先提前同步充值到我的数字钱包硬卡里面，然后我再用这个卡去没网的地方消费呢？我为啥不能直接用银行卡？我为啥不能直接用我的现金呢？为啥啊？为啥啊？人类文明发展了这么几千年来，咱们就说中国这几十年来啊，那以前没网络的情况还多了去了，对不对？再往前数个20年，家里面有台电脑的人都少得很，对不对啊？那这些人以前他们是怎么用钱的？他们不还是用现金、用银行卡吗？对不对啊？那你说为啥现在你要让我不用现金，不用我的银行卡，专门给我弄一个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呢？你为啥要强行推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有网没网并不影响人们花钱呀，对不对？你们现在应该能想明白了吧？为啥共产党要你们脱裤子放屁了吧？啊，我先找个有网的地方，把钱同步到这个硬卡里面，然后我再去拿这个硬卡去消费啊。那你说我放着好好的现金不用，纸钞不用，银行卡不用，我还要多一道手续脱裤子放屁啊？为啥？监控这些原因都不说了，大家能想明白。主要呢就是不想让你们用人民币了嘛，对不对？这个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的钱和你的现金钱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懂了吧？共产党就是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繁琐的复杂的方式，反反复复的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要让你摸不清头脑，然后呢你就迷迷糊糊的觉得哎呀颠三倒四的太麻烦了，你就接受了。来继续听报道啊。从去年开始，央行便开始大力推广起了数字人民币，并且还在2020年的10月份新增了6个试点测试地区，包括上海、海南、长沙、西安等地区。很明显，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脚步或许会加快步伐，而距离我们全面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时间可能也不远了，大家很期待呀。看，他就是给你推一坨屎，他也要让你觉得很期待很香。继续听啊，在当下的这个手机不离手、出门不带卡的社会中，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或许会让国人的支付习惯回归卡交易。谁说出门不带卡的啊？这些公交卡呀、地铁卡呀、信用卡呀、工作卡呀，这不是卡吗？对不对？你现在又要强行的加一个什么回归以前的卡交易，给再弄一个数字饭卡，
不是数字人民币卡，对不对？他给出的解释就是说，从用户体验来看的话，相比于现在我们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数字人民币有着更为显著的优势。率先的就是离线支付，手机支付是完成不了离线支付的。再就是硬件钱包，直接用卡片碰一碰就能完成人民币交易，这是不是比手机支付更方便呢？央行推广了数字人民币之后，对老百姓们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使用的。但在这个时候，支付宝和微信可能就要迎来危机了。有业内人士直言，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数字人民币支付更加的方便，就不再依赖支付宝或者微信了。虽说央行之前表示数字人民币不会和支付宝、微信进行支付竞争，但是呢，微信、支付宝接二连三的隔三差五的就被罚，对不对？什么垄断不垄断啊？共产党搞的东西就是不垄断，老百姓搞的东西就是垄断，对不对？而且呀，国家已经表示了，已经有着为央行推销的数字人民币国有银行表示，国家依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两家支付方式的主导地位。就是说，国家给你解释来解释去，他就只能这样绕来绕去，但是呢，他就是给你回答不了，为啥不让用现金？为啥不让用银行卡？同样都是用卡，为啥我非得要把银行卡里面的钱转到你这个数字硬钱包里面才行呢？为啥呢？对不对？为啥我的银行卡、我的现金全部都要换成这种数字人民币卡呢？好，你说现金不方便是不是？好，现金不方便，银行卡够方便了吧？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可视卡，那普通的银行卡难道不能加一个显示屏吗？不能显示数字吗？可以吧？你说用人民币不方便，那用银行卡方便吧？那为啥也要把我的银行卡变掉，变成数字人民币硬卡？为啥？能想明白了吧？因为这玩意儿跟你的银行真金白银的存款、人民币现钞、纸钞完全都不是一个东西，听懂了没？说到这儿你们如果还是认为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是一回事的话，那面具人我就建议你们去检测一下，你先照照镜子看看你脖子以上是人样还是猪样那这个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逐渐弱化支付宝和微信。什么叫做逐渐弱化？听懂了没？逐渐弱化以后呢，说不定这个支付宝、微信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还说不清楚呢，对不对？现在作为交友软件的微信都不让交友了，听懂了没？交友软件不让交友。这句话呀，面具人我是这样理解的，微信这个玩意儿呀，目前的普及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说你把微信、支付宝一刀切了的话，把里面的钱全部都强行转换了的话，会出乱子的。说白了，还是上面胆子小，不敢来硬的。共产党也不傻，钱的事儿就是中国人的底线，所以呢，他做事儿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跟你们打心理超限战，玩心理按摩。给大家说一个定律那就是政策越少，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经济呢也就越容易繁荣。政策越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艰难。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把你卡的，你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当然了，前提也不是说无法无天法律这个东西是为了保障人们生活便利和安全的，对不对？只不过呢，现在的中国的各种政策已经明显的违背了生活便利的初衷了。现在所有的政策就是用来限制死老百姓的，这不行那不行。普通老百姓连出个省都不让，人家干部子弟个个都能出国，普通的老百姓连个护照都不能有。
规则呀都是用来限制底层的，权贵们可以不用遵守法律的。好，你们不信面具人我说的，那些爱国粉红五毛不是都告诉你们了，习近平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正确的，国家领导人伟人怎么可能犯法呢？犯法的都是底层的平民屁民，违法乱纪者，对不对啊？伟大的领导神圣不可侵犯呀，他们不能违法的，他们不可能违法，对不对？未来几个月可以预见的就是，面具人，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吧。现在呢，你即便是开到了外国的账户了，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要依托于微信和支付宝的，通过一些特殊的操作和渠道，才能把自己的钱转移出去的，才能换成外汇的。很多就是咨询面具人的朋友啊，他们在国外开设了账户以后，也都多多少少的是需要借助微信和支付宝的。可是我们现在再来想想啊，微信现在转钱各种限制，连交朋友加好友都限制，支付宝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微信用不成，支付宝用不成，现金用不成，甚至银行卡也用不成，都得换成数字人民币卡啊，听懂了没？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现金都用不成。你所认知的，你所知道的所有的钱的流通方式都不能用，只能用数字人民币卡。那这个数字人民币卡能跟国际对接吗？能换外汇吗？不能吧。原来如此啊。等于我们之前的一切的支付方式，包括世界性的流通方式，全部都要被换成这个独立的数字人民币体系了。听懂了没呀？换成了数字人民币硬卡以后，这个数字，这个钱就出不去了。这个钱你想把它变成现金，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探索者去试一下，先把自己的钱换成数字人民币，然后呢你看看能不能提现啊？测试完了别忘了回来给大家伙留言，在留言区给大家报告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嘛，对不对？你们想一下，你的钱出不去了，而且呢你的钱也不在你的口袋里，你的钱在天上，在云端服务器，而且也不是随时能变现的。不，是根本就不能变现的，懂了没？我的钱出不去了，我的钱也不在我的口袋里，那我用的是啥？我用的是啥？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用的是啥？你们用的就是数字。以后呢，中国就是劳动力换物资，这个劳动力的计价权在云端，云端是共产党掌握的，谁也逃不掉。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抓紧钱袋子。看，共产党的梦想实现了呀，不忘初衷呀，习近平都告诉你了，不忘初衷嘛。刚才说到了出省都不让了，是不是？上个月面具人我的节目说的是去一线城市才需要用录音，可是呢现在不了，现在你去任何地方都要用录音了。你们来看这张图，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明确的说到了出省都是要报备的，通报出行时间，上交电子机票审核，出去3天就是3天，1天都不能多待，出省3天你多待1天，逾期了那就是罚款上征信。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老百姓限制死了，也能避免劳动力降低。干啥呀？没事的跑来跑去，赶紧回工厂干活去。你把这个人流窜的念想给断了以后，这整个人的身心状态就不一样了。人们都有劲儿干活了，一口气儿上5楼，一口气儿搬10摞砖，就跟那个耕地的牛似的。你给他玩苹果手机，那牛人家还没兴趣呢，对不对？
现在都在推广什么复古潮流、文革潮流，你好李焕英的那种文革末期的集体工厂、集体宿舍、吃大锅饭、欣欣向荣的峥嵘岁月。就像杀鸡一样，面具人，我就问你们啊，杀鸡，你觉得让鸡在外面跑抓起来方便，还是说把鸡放在笼子里面抓起来方便呢？对不对？底层的百姓被路瘾锁死了以后，然后呢还要被数字经济孤立经济体，每个地区的经济体都是独立的，媒体呢再给你一封锁，你在一个省区市区里面都相当于对另外一个省以后呀，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墙内看不到墙外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每个省市省区都是孤立的。然后呢，这边的人生下来以后就是觉得欣欣向荣多好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呢就被贵族杀鸡吃肉，有敢逃跑的，拿不出自己的路引的，被举报抓回去就弄死或者坐牢。这个路引呀，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一样套在每个人的脖子上。你们呀，以后呀，很可能就像羊圈里面的羊一样，定期被剪羊毛、挤羊奶、吃羊肉，这些贵族可以信手拈来。反正呢，你在羊圈里面嘛，你也跑不掉。大家知道吗？古代的地方官员的原始名称不是别的，就叫做牧，畜牧人的牧啊，什么荆州牧呀、徐州牧呀，听说过吧？官的原名叫做牧，牧羊人的牧啊。帝王集权制度就是皇帝对地方的官员有生杀大权，但是呢，又给予地方的官员足够的好处，以便让地方的官员帮自己畜牧放牧，懂了没？同时呢，皇帝还要担心地方的牧主实力过大反噬自己，所以呢，帝王他就要一直手握重兵，保证自己有实力，对地方官员有绝对的碾压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强军，甚至呢他首先一个事儿啊，就是整顿军队，甚至呢还要让军队控制耕地。因为呀，这个数字硬钱包实行了以后，钱呢本质就没啥意义了，真正值钱的就是粮食物资。那你想要满足军队，对不对？你要让这个军队保护你，你就必须得首先满足军队。军队这个方面如果满足不了的话，没粮食了，没物资了，军队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是不是？那军队就会失控。习近平奉行的强军扩军，当世界老大的宗旨，要建立在大量的生产力和物资利益能够满足军队的前提。可是呢，中国目前的产能呀、利润呀、物资呀，就是那么的多，它也不可能凭空变多。所以呢，这个红色贵族他就要更多的压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的环节，减少不必要的利润损失。那怎么办？那就要用数字货币开启上帝模式呀，是不是？压缩利润空间嘛，把这些压缩出来的利润用以满足红色贵族的同时，勾兑世界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满足军队。你看，大数据归中央管理，钱也归中央管理，地方官员下沉，进一步收紧权力和利润通道。说白了，以前呢还能给地方官员一些好处，让地方官员帮忙圈养百姓，和中央共同分食利益。现在呢，这些红色贵族他连好处也都不想给了。现在的中国呀是什么啊？皇族之外皆为奴隶，我红色贵族才配享受奴隶的供奉，官员们也要自称奴才，就像清朝一样。不，现在呀比清朝还严重。现在呀，整个中国只有皇族和御林禁军，其他的人包括什么地方官员都是乱刀下面的肉板板。现在又是限制转账，又是限制现金，
很明显嘛，就是利润不够用了，钱不够用了。哎，中央要浓缩利润，甚至呢，他还说什么35岁以上的不能优惠买房，他就是为了浓缩再浓缩利润。可是呢，你共产党再怎么鸡巴扯淡，绕来绕去，这数字货币它就是换不成人民币，这数字钱包卡和银行卡就是两回事儿，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就是两种东西，懂了没？这个老百姓再蠢的人，他多多少少都是能有一点感悟的，对不对？咱们再往后看吧，苦日子还在后面呢。以后呀，你看，别说以后了，就现在啊，这些地方官员都发了疯似的，凌晨3点就起来啊，到处看哪个车一点点没停好，锁你轮胎啊，去农民家里面抢人家放在家里面的电动车收走罚钱。你说这些地方官员已经穷凶极恶到了什么地步了，对不对？这就是红色贵族把所有的利益都拿走的一个副作用。我们看宋朝啊，到末期也是这样，王安石改革把自己改死了，他也是过度强调强军呀，强调中央的利润呀，把地方的利润全部压榨完了。最后呢，地方官员抢老百姓，老百姓最后受不了了，哎，起义了以后，地方官员也乘势而为，和老百姓联合什么啊造反呀，义军并起呀，对不对？都是这个节奏。底层的老百姓呀，互相多扶持一点吧，多宽容一点吧，苦日子还在后面呢。中国的男人们、女人们呀，宽容一点吧，互爱一点吧，同是天涯沦落人。男权和女权都是互补的，不是敌对的。男权和女权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你过度强调男权，女人过不好了，这女人是不是你的老婆？她过得都不好了，你能过得好吗？对不对？同样的，你女人过度强调女权，这男人过得不好了，你还能过得好吗？对不对？现在的女人惨，男人也惨，你不要看别人惨了，你看他笑话，知道吗？雪崩之下没有一片石片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大家都惨，这就是连锁蝴蝶效应。哎，现在呀，出省都不让，还别说出国了，难呀。哎，总之呢，事在人为，想尽一切办法，在情况更恶化之前，给自己谋后路吧。这是自古以来聪明的动物都会想的，这是本能。如果说你连这种本能都没有，那只能说你连野兽、动物、牲口都不如，对不对？人家猴子看这个树要被雷劈了，树要着火了，还知道赶紧从这个树上面跑下来呢。然后呢，没跑下来的就被雷劈死了，就被火烧死了。跑下来的呢，进化成了人了，对不对？同样的，原始人也有很多那些部落部族，在这个地马上就要贫瘠了，打不上来猎的时候啊，迁徙了，那没迁徙的就灭绝呗，对不对？那你呢？你现在还在犯傻，那你以后也就灭绝了呗，你家的血脉也就断了呗。嘿嘿，好了，咱们再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呀，芯片的关键公司呀，很多人一提台积电，哎呀，台积电把中共的芯片断了，中共就要完蛋了，台积电反共呀，台积电比中共牛逼多了，对吧？可是咱们来听这个新闻，台积电计划在南京的现有工厂设置新的生产线，2023年完成量产体制。这是台积电2015年宣布设立南京工厂以来，首次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此次增产投资是为了满足全球范围内出现短缺的车载半导体的需求。根据日经新闻报道，这次台积电计划在大陆地区增产的芯片是制成为28纳米的产品，计划2022年下半年开始小批量生产，预计月产能够达到4万片。该报道也指出，虽然这一制成的芯片比台积电在台湾生产的最尖端技术的5纳米要落后好几代，
但是呢，此次增产的28纳米的产品却是全球最为短缺的半导体之一。关键字啊，虽说这个28纳米比50纳米落后，但是呢，28纳米却是销量最高的之一。那这就代表什么？销量高就代表经济效益高呀，对不对？看，经济捆绑勾兑可是中共最擅长的哟。你们看看，中共的蓝金黄已经在全世界各国广受好评了，对不对？各国的权贵呀、企业家都喜欢赚红钱呀，都喜欢跟中共勾兑赚大钱呀，就连奥斯卡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高晓松都出节目说过这个奥斯卡的内幕啊。来继续听啊，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闻当中的有趣的点啊。中国通信行业分析师向立刚在新浪头条发文称，强烈呼吁制止台积电南京厂的扩产，防止台积电采取高端控制低端压制的策略。该文指出，台积电为了维持在芯片制造领域的优势地位，配合美国的制裁，为了不让大陆得到14纳米以下制成的高端芯片，同时呢，由于中国大陆在28纳米以上的制成芯片的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生产能力，台积电则要采取低价倾销的策略，把大陆的芯片企业搞垮。看，他说的头头是道的，哎呀，台积电不要来大陆设厂呀。可是呢，你看，台积电早早就在南京本来就有工厂呀，对不对？现在还要扩建，加大勾兑，共产党能不愿意吗？对不对？共产党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呀。有机会勾兑，共产党能不抓住这个机会吗？咱们再来看啊，台湾反共，他还把台积电在大陆要继续加大投资，看懂了没？哎，什么反共呀、人权呀、民主呀，哎，都是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各国的官员当选前说什么民主呀，这个为人民服务呀，当选了以后呢，想尽千方百计的去割老百姓的韭菜，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共产党啊，他表面说，哎呀，不希望台积电扩建在大陆设厂，这种话呀，你可以反着听，不愿意就是大大的愿意。台积电来大陆设厂，他能不高兴吗？设了厂以后，跟这里面的什么研究员呀、工厂的经理呀、高级领导呀、喝酒呀、蓝金黄呀、色诱呀，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机会接触、勾兑、渗透嘛。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啊。共产党讲究什么？多接触、渗透、打时间差。没有什么是能够敌得过利益和时间的滴水穿石的。只要人有贪念，人有色欲，迟早都是被勾兑的。共产党他不懂勾兑，他能从几个人的小组织勾兑完整个中华民国，然后呢，从一穷二白勾兑整个什么 WTO 呀、WHO 呀、美国呀，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啊？论这种跟你拉关系、套近乎，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渗透你，这种能力啊，共产党认第一，没人敢认第二。还有呢，你们想一下嘛，你不跟他接触，他怎么有机会勾兑你呀？对不对？只有你跟他接触了以后，他才能有机会渗透你、勾兑你。那你说这个文章当中说的不要让台积电来建厂，可能吗？越说不要，他就是越要；越说不要，只是舆论炒作，给自己增加一个勉为其难的感觉，对不对？这都是心理战的一环节啊。台湾反共不反共，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台湾是反共的，但是呢，你说台湾反共，面具人，我问一下各位老老实实的回答，你们看了这么久的反共节目了，你们有几个人是知道台积电在大陆有厂的事儿？你们有几个人是知道台积电要在大陆扩大投资的事儿？
知道的请留言打1，不知道的请留言打2。嘿，没几个人知道台积电早就在大陆设厂的事儿了吧？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水到底有多深？你们自己慢慢脑洞去吧。我中间也说到了这些什么转移资产呀、支付宝、微信马上冻结的事儿。面具人，我节目中间也说到了开海外账户呀、转移资产呀，也涉及到了什么支付宝、微信被冻结了，以后钱挪动不了了怎么办？看，面具人，我预判中共的这些政策的走势还是比较准的吧。我往往都能至少提前1个月给你们先透露一下未来的这些打算和决策吧。那我自然是有我自己的这个判断方式和一些情报渠道的。我再给你们预判一下啊，现在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转账很麻烦，微信、支付宝动不动就给你冻结嘛。咱们再看一下啊，我给你说一个时间点，最多3个月。3个月以后啊，可能这个微信、支付宝它的这个里面的钱啊，流通的难度会难到你很难想象，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呀，早做打算吧。我从去年一直警告你们，警告到今年了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先知先觉的人、警惕的人，早早都把钱转移出去了，现在已经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对吧？那至于你们这些稍微反应迟钝一点的人，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再过上2-3个月，我就不敢给你们保证了啊。那至于开海外账户呀，如何转移资产呀，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渠道，我在节目里面就不能打广告了啊，否则呢，别人还说我，哎呀，我搞这搞那，是吧？直播带货，是不是？那这些屏幕下方的这个留言区和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咱们私下联系再说吧。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那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一些心理学的资料，准备一些家庭教育呀、子女方面的这些会员节目。如果有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敬请期待。如果想要跟面具人单独沟通的话，也可以找我的联系方式。好，我们下期再见。